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7日啊，已经到8月的尾巴了，很快9月就要来了。这两天啊，我们这边天气一下子就进入秋天的感觉，虽然白天也是有太阳啊，但是这个太阳照在人的身上已经没有那么灼热的感觉啊。这两天呢，我也在看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些视频啊。是什么视频呢？就是那些香港啊，很多明星，差不多就是我这个年龄父母的这一辈的这些明星啊。当然，在我们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那些明星就还是非常火。我呢就在看这些明星啊，他们到了60多岁，有的啊财富他就达到十几亿啊，他香港明星嘛，十几亿港币啊，但也是已经财富自由了嘛，就过得非常好的生活。有的呢，就是演技啊，或者说在这个行业混的啊，比我前面说的那位还要好。但是呢，当然是大部分的啊，就到了这个年龄，经济啊，就不但说没有积累了十几亿的财富，反而就是过得越来越糟糕了啊。那么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所以我就展开了研究，就从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的名气啊，他们演的戏啊，他们在不同的场合接受的采访啊，然后他们的后面一步一步的人生的规划啊，我就顺着这样的结果，我就去反推啊，我就不停的看他们的视频，然后我得出了一些结论啊，就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我前面说的那个现在已经有十几亿财富的，他就选择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轨迹。在他20、30岁的时候啊，就那个时候其实这些明星的级别都差不多的嘛。那么有的人赚钱就买跑车啊、泡妞啊，或者说花钱大手大脚啊，或者投资一些什么拍电影啊之类的。那像他呢，就一直啊，只要赚了钱，他也没有大手大脚的去花钱，他呢就用来投资。那么一直到现在呢，几十年过去了，所以他的财富呢就滚到了十几亿港币啊。这个对我的启发很大，因为我后来还用 AI 啊，我用那个人工智能来测算啊，我说以我现在的那个资金啊，就我通过复利，能不能在他现在的这个岁数达到他这样的一个财富？结果啊，很残酷啊，这个 AI 跟我说，在合法的啊，就算是巴菲特公开的啊，就每年20%的这种收益，在就我现在要达到他的这个年龄啊，差不多20年吧，20年，就我是追不上的啊，就追不上的。在我有生之年啊，就如果我活到70、80岁，就以巴菲特的这种收益的这种能力啊，我都达不到。那一方面呢，我是有点失望，对吧？啊，但我也没死心啊，说不定也有机会，是吧？就人不能把自己看扁了。一方面呢，我就在想啊，那其实投资或者说复利这个东西，讲到底还是时间啊，因为这个人他在20多岁、30岁，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能力了，但是我没有啊，我现在40多岁，对吧？当然，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有赚钱更高的能力，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这种头脑呀，我没有去这样进行投资啊，所以就是对于这个人生来讲啊，我认为越早越进行复利的投资啊，就你的人生到了年纪大了以后，
你的自由度就越来越高啊。其实很多人说啊，这就财富自由，这里不光说是一个，光是钱是吧？就是你的这个财富啊，你越来越自由了，你就可以越来越支配你自己的自由。你可以选择不去工作，你可以选择在哪里这里去玩，这里去旅游啊，你就可以自己支配自己的人生，对吧？所以说越来越早的进行这件事情啊，就更好。啊，那肯定想到这里，很多人就会说啊，那你说的到底是谁啊？我们也去看看，啊，我就不说了啊，因为这个也很敏感，是吧？就我也不是说我去讲谁谁谁啊，我不喜欢在这种频道里面公开去讲谁谁谁啊，我觉得这样也不好。就是别人的优点啊，我们就学习就好了啊。那么今天呢，重点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比特币吧，啊，比特币，因为最近比特币涨得也蛮高的啊。那么我今年呢，也是投资了比特币啊、数字货币相关的一些股票，然后呢，我也买了一些那个比特币啊，所以呢，就这个视频就聊一聊啊，因为这个也算是投资上的一个方向吧，啊，聊一聊我对比特币的一些看法。比特币呢，我今年一共说了4个股票啊，一个是 MSTR， 一个是 Coinbase 啊，一个是那个 PayPal， 还有一个是 BLOCK 啊。那么这几只股票呢，大家可以去翻我之前的视频啊，我都说了很多遍了。那么基本上都达到了我之前定的目标啊。你比如说之前像那个 MSTR， 我在发那些视频的时候，它是跌到最低的，差不多在$100左右。然后呢，当时就是有的网友就买进去，买进去以后呢，后面涨到$200不到一点吧，后来就卖掉，就翻倍了啊。像 PayPal 我也说当时会翻倍，还有那个 Block 啊，基本上现在都价格都稳定在翻倍的左右，对吧？那么像 Coinbase 也是的啊，它也是有2轮啊，一轮就是也是从150涨到了220吧，然后差不多涨了80%-90%，后来又跌下去，现在又重新又涨上来了啊，很快的应该又能涨到200。所以如果把握机会的话，那么这些股票呢，基本上都能带来70%到80%的收益啊，甚至更高，是吧？我也不说就你买在最低点，你卖在最高点，我就说差不多吧，对吧？那么对于我来讲呢，我差不多赚了40-50%啊，因为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的资金啊，我也不可能就买一只股票，是吧？就全部买一只股票，那风险也是有点大的啊。那所以我也是用了一部分资金，那么一部分资金，最后它对我的账户总的收益来讲呢，就赚了40-50%啊。还有一只股票，其实我当时没有讲，但是我前2天也想买的，就是一个叫 CRCL 吧，啊，就是一个稳定币的股票啊，就是 USDC 这个稳定币的股票。那么这个股票呢，那前2天我看到有50块啊，$50，我本来想买，后来我就账户里面也没钱了，因为都买了别的股票啊，我后来哎呀，我算了，我也不想那个。就是借贷是吧？啊，我就想保守一点啊。那后来最近啊，看到它就涨到$90，就没有几天哦，就1个星期啊。但这也没办法啊，所以投资总是会碰到这样的遗憾的啊。那么我对比特币的看法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啊，就比较无脑的一个投资的东西啊，就因为你说很多股票，很多像比特币相关的这些股票，还有4个5个，对吧？甚至更多啊，你还要去研究，你还要一个个去看。就像很多人啊，他发现 MSTR 是热点，他就去买。那当时我发的视频里面，我也说了一些关于 MSTR 的一些问题，是吧？就是说一个太过热门的东西啊，它的风险，它的一些我们在
我们在就是表面上看不到的一些隐患啊，这都是有的。所以呢，如果说就算他买在最低点，他到现在啊，如果他经历了那一轮上涨，他没有卖出，他只是到现在，他也就赚了20%-30%，对吧？当然20%-30%也已经很好了，但相比就是我的策略来讲，那他肯定就赚的不算多，对吧？那比特币呢就比较简单了啊，它就是一个东西，所以就我这两天我也在就是在想一个问题啊，当然这个问题对我来讲现在目前还是很遥远的啊，我就在想，如果说我的投资啊，我超过了1000万美元，因为现在我当然没有这么多钱，是吧？但我在想啊，万一有一天我超过了1000万美元，那么1000万美元，你说你放在一个就是股票账户里面，你就去投资股票，那这个股票公司万一倒闭了或者有什么风险怎么办，对吧？就我也会在想这个问题啊。那么 AI 给的一些解释是什么啊？就是说你可以分别开几个账户啊，然后呢，你也可以就是开一些银行账户，你把这些钱就分散在银行账户里面。然后有的银行它也是可以投资股票、投资债券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吧？你就分散开啊，因为一个银行呢，它赔偿你关于现金啊，或者说一个证券公司它关于赔偿，它的这个范围是很有限的啊。虽然说就是这种事情是小概率事件，对吧？但是你真的如果就是拥有了啊，比如说1000万美金这样的，你要去投资理财，那万一正好你运气不好，被你碰到了这样的一次，这个公司倒闭了，你就一无所有了，是吧？所以我突然也想到了一点，就是我就理解为什么很多超级有钱的人啊，他虽然不是特别理解比特币是什么东西啊，但是他们也会去投资一些比特币啊，因为这个东西呢，在一个价格比较低的时候买了以后啊，他放在他自己的钱包里面，那么也是啊，就是对一小部资产，就一小部分的资产，也算是一种保障措施吧，啊，就可以这么理解啊。那么我当然就现在远远没有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呢，我也除了投资比特币相关的股票啊，我也买了一些比特币啊。那么我呢是在那个 Clark 啊这样的一个平台是注册开户的啊，我就是在今年开户的。其实之前我也有一些账户啊，但是到了我这个年龄啊，就是40多岁，我就觉得很多东西安全性很重要啊。那么这个 Clark 账户呢，它是美国的一个公司啊，准备也要上市了，在美国。那么它的优势呢，就是它在西班牙啊，在欧盟，在欧洲，它是有牌照的啊，它是政府金融局监管的。那么这个钱呢，你放在里面呢，等于享受这个银行一样的这个理赔的风险，就不像你在其他的一些平台上，是吧？那么有这种啊，万一钱什么突然不见了，那扯皮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呢，就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它挺好的，所以呢，我也就去买了。我也没有买多少钱啊，我也可以公开给大家看。我这个上面就买了1200欧元啊。那么当时我是想买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我现在投资啊，除了就是专有的啊，我有投资的这个一部分钱，然后我日常当中，我现在就很节省啊，我不再像过去那样，好像一会儿想买这个，一会儿想买那个。我现在就是基本上，我突然有时候想买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看看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我也不是立刻就需要的啊，我就会把这个预算立刻去投资啊。当时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知道了，当时是买什么？就是
苹果新出了一个显示器就在今年吧。那么之前我买的一个显示器是华硕的虽然不是什么，就是不是什么很垃圾的品牌，对吧？但也是就肯定没有苹果这个原装的好。这个华硕大概几百欧元买的，在这里但我用的那个机箱嘛是 Mac Studio， 对吧？所以我也想买一个苹果的显示屏。那我如果平时在外面拍拍照什么的，修一下照片会好一点但是我后来一想就我如果买了这个显示屏呢，我要花掉就是1000多欧元，是吧？就是一回事我还要把这个显示屏就等于丢掉了，因为这个也是我几百欧元买的，没有多久买了因为我之前用的是苹果的台式机，就自带屏幕的那就不要买屏幕。我这个也是就在买了这个 Mac Studio 以后买的这个显示屏，所以我就想想看，就等于莫名其妙我又浪费了这个钱，因为这个二手的东西是卖不掉这个钱的。所以呢，我后来就忍住了没有买。呢，我就把这个钱呢，我就在这个 Kraken 上面开了一个账户就买了这个比特币。那现在呢，我今天一看也涨了300多欧元吧，就从1200欧元现在是1500欧元也算，这涨了有多少？10%是120%，30%左右吧，差不多，对吧？就是30%的话是1536嘛，是吧？那差不多就是30%左右吧那么大家如果也是在欧洲的，或者说世界上别的地方的你们看我视频，如果你们也想去买这个东西，也可以用我的这个链接去注册。如果你还没有这方面账户因为这个链接注册呢，就我也可以分到30欧元，你也可以分到30欧元就反正就是有这样的优惠吧这个优惠也不是我给你的，就是这个公司给的主要是安全性它的安全性很高有的话你们就用自己的账户，对吧？那我对比特币未来的观察呢，我觉得这一次它一旦再次突破8万，它就要像我之前说的一样，朝这个15万的方向15万美元的方向就进步了。那我这个账户里面这个钱呢，我也不会就是给它去用掉的我就会一直丢在里面，反正让它慢慢的增长吧那这个比特币这个东西就我现在看来我会用多余的钱，就比如说我想这样的买这个东西，我就忍一忍，省一省，然后我去投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我就当这个东西买掉了嘛，对吧？但是我就去投资，那这个钱我可能几年我也不会拿出来，我就一直放在那里所以我说，其实要想最后走向财富自由的道路那真的只能就是忍下来，就是现在一时的这种满足就你立刻买个东西，可能我买个显示器，我一下子觉得很好很满足但是时间久了，一会儿你这个买，一会儿那个买，我们毕竟底子差，对吧？不是这种富有的家庭，是吧？我们只是一个普通人所以你要想就是达到财富自由真的就只能这样，就一步一步的把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抠下来的去投资。那我也在想就是如果我的最后我说了，像比如说我慢慢的到了很有钱的时候我会考虑拿一部分的钱去买比特币的当然这个资产我觉得不会超过10%，可能5%比如说我有1000万美元，瞎说我会拿那个50万美元去投资比特币，在一个可能比特币比较低的一个时间，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认为它永远不会消失就像很多人之前说，
比特币会归零啊，这是骗局啊，会结束啊，并不会啊，因为它真的有它存在的一种价值。虽然说像银行啊，或者说国家呀，或者说过去的很多富人，他们喜欢买黄金，买什么房子啊，但是现在呢，年轻人，就像我这样的中年人啊，或者说再年轻一些的人，我们就觉得这个比特币呢，它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啊，毕竟就是它，保存很方便啊，然后你说你要买个黄金什么，你还要买到假的黄金啊，还要去验证啊，或者说什么是吧？就你这个东西，它其实大家都是以这种形式存在的话，那黄金你还要到一个专有的，比如说你在什么银行，你说我买一个，就是纸面的黄金啊，那你还要到专有的这个银行去，它也不是通用的。像比特币，你说虽然我在这个账户，但是我要转到我自己的钱包，转到一个什么账户，就很方便，而且放在那里，啊，就感觉它也不会消失啊。我觉得它消失的概率比一家证券公司倒闭的概率来的还要低啊。当然，不是所有的证券公司都会倒闭，但可能比如说有100家证券公司倒闭了2家，但比特币它只有一个比特币，它也不会说这个比特币自己就突然不见了，因为比特币如果不见了，那么整个数字货币这个系统就肯定就消失了，对吧？现在看来，全世界都在参与这件事情，这么多人参与，因为它也不会归零的，啊，好吧，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分享，就随便聊一聊啊，随便聊聊，也欢迎大家留下自己的看法。